Volvo XC40 Recharge 第一款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Pure Electric 纯电动车，它的免税价是262,460块。2022年3月头开放预定就卖了400辆，直接售out。你现在去订的话，已经是2023年的改款版。封闭式的前格栅是所有电动车的特性啊，因为它们不需要吸气，也不需要进气。车头少了传统的燃油引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储物格，正确的名称叫 Frunk， 也就是 Front 加 Trunk 的意思。但不是所有的电动车都有 Frunk 的啊，像 Mercedes 的 EQA、BMW iX3 和 i4 都没有 Frunk。XC40 Recharge 基于 CMA 平台打造，同样采用 CMA 的纯电动车还有 Polestar 2和即将推出的 Volvo C40。XC40 Recharge 的轴距是2702mm， 尺寸相近的对手有 Mercedes EQA 和 BMW iX1。C 柱上面有专属的 Recharge 字样，而这个 Recharge 呢，就是 Volvo 的一个 sub brand， 它涵盖了 PHEV 和 Pure Electric 的车型。你能够从车头辨认出哪一辆是纯电动车，但是看车尾的话，你是傻分不清楚的，因为这样看起来两辆车子都没有分别，但是你蹲下去看的话就一目了然啊，因为左边这个有排气管，右边这辆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啊，那个 1.5 Turbo PHEV 的也叫 XC40 Recharge， 不过是 T5 Recharge， 这个 Pure Electric 的叫 Recharge Twin。T5 Recharge 的充电口在车头，而这个 Recharge 呢，它的充电口就在车尾。马来西亚组装的 XC40 Recharge 是 P8 的 All-Wheel Drive 车型，采用双马达 All-Wheel Drive 系统，有408 PS 和660 Nm， 0到100只要 4.9 秒。它的续航里程在418公里左右。如果用150 kW DC 快充，10到80要28分钟；如果是11 kWh AC 慢充，要 7.5 个小时才能充满。以目前比较普及的 Charge EV 充电站来说，我充了1个小时，也只是多了10% 的电量，所以我觉得这种 AC 慢充啊，还是比较适合给 PHEV 车型，因为 PHEV 的电池一般在11 kWh 到18 kWh 左右，而 XC40 Recharge 是78 kWh， 跟 BMW iX 和 iX3 差不多。除了 AC 和 DC 之外，你也能够用家里的 3-pin plug 来充电。用 3.7 kW 来计算的话，你充满电大概需要19个小时，所以建议还是去装一个 Wallbox 会比较省时间。Volvo 马来西亚推荐这个 Made in Germany 的 Hager Home Charging Station， 7个 kW 要6600块，22 kW 就是9400块。内饰的部分 XC40 Recharge 乍看之下和汽油版没有分别，同样是9寸的直列式萤幕和电子仪表板，但是它就少了 Start Stop Button。你把 Gear Selector 推去 D， 就等于是在 Start 车了。那现在新的 Volvo 车款呢，全部都是基于 Android Automotive 作业系统。这个最新的 Version 2.2 已经支援 Apple CarPlay。你用它来看 Spotify 的话，简直是完美，因为你可以在一面里面看至少8首歌。就跟 Android 手机一样，你也能够在 Play Store 里面找到你要的 Apps， 但是我在里面是找不到 Waze 啦。而这个 Google Map 呢，提供了 Charging Station 的分布图，它能够清楚的显示你到那边的时候还剩下多少电量，也能够显示那一个地方有什么种类的充电器，非常的贴心啊。另外，你也能够在电子仪表板的中间看到 Google Map 的导航地图。除了 Volvo 之外啊，我也只有在 BMW iDrive 8.0 的车子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新款的 Volvo 简化了 Driving 界面。Off-road Mode、Steering Assist 和 Lane Keeping 都在同一个页面，包括 One Pedal Drive 和 Steering Feel Firm 等等，就不像之前这样子分开几个东西，你可以在一面里面将最主要的东西调整。内饰的质感相当的 Premium， 椅子上面有绒面革、白色缝线和黑色皮革，门板上同样有这种毛茸茸的材质。它有12V 的 Socket、2个 USB Type-C 的接口，还有 Wireless Charger 无线充电器。大家都知道北欧人 Scandinavian 最崇尚的就是 Minimalism 极简主义、简约风格， Less is more， 少即係多，多即係好多這樣子的意思。所以我覺得這個新款的 Volvo 設計界面啊，它真的是貫徹了 Minimalism 這個東西。打個比方，像它的這個娛樂作業系統呢，我不管你是用 Android 手機，不管你是用 Apple 手機，你連藍牙都不用 connect， 你也不用去找什麼 Type-C、Type-A 的 cable。你一上車，因為它內建 SIM 卡了嘛，
你一上车，你要 Waze 就 Waze， 你要不可以 Waze 什么？你要 Google Map 就 Google Map， 你要 Spotify 就 Spotify， 你要用什么 App 就用什么 Apps， 你要 Google Assistant， 你也不用说连接手机的 Siri 还是你手机的Google 等等，它就是一台手机，让你一上车 start 车就能够走了。这台车子连 start 都不用啊，你一推去离就直接走了这样子。所以它的仪表板也没有废话的，它不像 Mercedes-BMW 给你很多 pattern 哇，什么 Sport 啦，什么各种 pattern 啦，它就是要就这样，要就那样嘛。中间给你一个地图，你要就有地图，没有地图有地图，没有地图啊那样 ，OK。所以我不喜欢的就是它太过简单了，它让到我没有掉一些个性化了。OK， 有时候我想要哇，我要红色的这个仪表板 ，OK， 我要只剩下号码的，没有，它没有，它就是这样罢了 ，OK。你 yes or no one or two 就这样子吧，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辆车子，所以我相信你驾习惯它过后，你真的会有一种超然脱俗，有一种就是 you know is above anything 啊 ，OK， 你不再去看 BMW 看 Mercedes 因为他们对你来讲都是一些想要耗练的车款罢了 ，OK， 它不耗练的，真的，你看它的这些东西质感，它也没有人云亦云的去用那种触觉式啦，巴拉巴拉没有。但是你讲到它的音响，你看这个价钱，这个哈曼卡顿啊，真的是以这个小辆的车来讲，不用去到保养，我跟你讲，这个哈曼卡顿已经是 top notch， 已经是 top of the top 这样子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呀，真的是 win 了咯。Volvo 讲到 spec， 我试车这些年以来，不管什么车什么价位 ，Volvo 的 spec 都是打包其他人的，彻彻底底的打包。Volvo 汽车分为两种平台，一个是 SPA， 一个是 CMA。那 CMA 就是 XC40、C40，SPA 就是 S60、S90、XC60、XC90。所以 CMA 是小平台 ，SPA 是大平台，满满的大平台。这个 XC40 呢，你看它的解剖图就知道啊，它虽然是一个纯电动车，电池是铺在下面了的，可是它并没有因此获得了 flat bottom， 所以中间还是凸起来这个地方。凸起来的地方还是蛮高一下的 ，OK， 所以我觉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如果有 flat bottom 就完美了，但毕竟它还是一个 compact 一个紧凑型的底盘 ，OK， 所以它电池没有地方塞了。你看78 kWh 这么多的 module 啊，能够在一个2700mm 轴距的车子来讲，我觉得已经是你很难去挑剔它了啦。设备来讲的话呢，它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下面有2个 USB Type-C 的接口。然后它就不像这个 S60 或者 S90 以上的，他们有 Child Booster 嘛 ，OK， 你看回之前那个 XC60 的 video， 那 XC40 就没有。但是你说 Compact SUV 来讲呢，其实是 Subcompact 了 ，OK，Subcompact SUV 来讲，乘坐感、它的整个质感、它的 atmosphere 是相当 unique 的，它不会有很浮夸、很炫技的感觉。感觉上是不是感觉它就是 hard plastic， 可是它又不会给你那种很 cheap 的 hard plastic 的感觉。你看它的缝线、皮革等等，就是怎么讲，它不会为了做而做。OK， 它很多东西都是相当的人性化。你看这个绒面革，然后这边你看瑞典的国旗，还有一个扶手2个杯架，然后扶手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位置，而且椅子也有60/40分离倾倒的功能。OK。这些东西都跟汽油版 PHEV 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觉得坐在 XC40 XC40 Recharge 的后面呢，其实跟坐在汽油版的没有太明显的分别。汽油版 XC40 有460 L， 而这个纯电动版的 XC40 有425 L。地板底下也是空的，你还能够放东西。把它折上来的话，它还有一个吊手提袋的模式，算是非常的方便啊。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结构，让它的行李箱空间并没有缩小太多。当我在做这个 XC40 Recharge 的功课的时候啊，我看了很多遍，我反复的看它是不是真的吗？它真的有这么多的 horsepower 吗？因为它的这个动力啊，不是多，也不是很多，也不是非常多，是夸张啊！我可以用夸张来形容它。你看一下它的 FACT 408 PS 660 Nm， 以一个78 kWh 的离子电池来讲，这个 output 是非常超级大的。它大过我之前驾的 iX， 我之前驾过的 i4、iX3。甚至它也大过这个 Kia EV6、Hyundai Ioniq 5等等，所以
这个 XC40 呢，它虽然是一个 compact SUV 的车型，可是 Volvo Malaysia 为它采用的这个 P8 All-Wheel Drive 的设置啊，就它已经是一个跑车级别了的动力数据。我家的电动车里面，它仅次于 Porsche Taycan， 就 Taycan 几下就到它了，甚至你讲很多起步加速台未必会输给base spec 的 Taycan 这样子，所以是非常夸张的。而且你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才不到30万马币，不到300千，所以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嫌弃它的这个动力数据。所以如果你要在 BMW 的 iX 拿到这样子的动力数据，比如说 iX M50 的话，你至少要给一个 就算是 tax free 啦，500千600千跑不掉了。可是它才卖这个价钱而且它是 CKD 本地组装嘛，但现在因为 tax free 的关系，所以 CBU CKD 的差别不大的。但2年过后你就知道了，没有到2年啦，I mean 就是2024年开始，它的价格很可能会维持，然后其他的 EV 全部会涨价，柴油、柴电啊，它非常的有力，而且它的车身重量是2150公斤，就是比 2.0 Turbo 的 XC40 重了440公斤以上。但因为有这么强大的扭力啊，你完全 feel 不到这是一个2100多公斤的车子。你在 highway 上面基本上没有你割不到的车，只有你不想割的车。真的，你甚至你连怎么讲？因为它不是 XP Automatic Gearbox 嘛，它也不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所以它不会有 downshift 的声音，你就是点油罢了。而且它非常的安静啊！我讲的安静是它也没有加入什么Iconic South Electric 柴油，只有风声和 road noise 吧。排气。虽然它有660 Nm 408个 PS， 但是它的 Top Speed 就是它的极速就只能够到180，除非你下坡可以去到181这样子啦。不过我刚才试了，到180的时候你再踩它就不会去了。这个是 is very common thing 啦。OK，iX 是这样子 ，iX 基本上所有的电动车，除了像 Taycan 这样子有2个 speed 的，才有可能可以做到 above 180这样子，到220都可以。它充满电的话是可以走418，那我刚才没有充满电就离开了，因为要等太久了，那边只有 AC charge 啦。So 我该充到50% 的时候，他跟我讲可以走200，但我开了 Aircon 就剩180这样子。不过坦白讲，我刚才一路上从这个 PJ 驾到来这边，应该是Seri Kembangan要到Putrajaya了，其实它的电量从55下到49罢了，所以比我想象中跌到还要来的慢啦。因为电动车它是一边在走一边在 charge 的嘛。那我们说的舒适方面呢，因为这个车子的轮胎太大条了，后面是255、445嘛，总之就是255的这个19寸轮胎，那前面就是235。因为它虽然是一个 4-wheel drive， 不过大部分时间它都是以后轮来驱动车子的，所以你看我刚才在 highway 走到160、180，它非常的稳，非常的定。因为这么小辆的车子，这么大的动力，然后这么大条的胎压，是非常非常的稳的。那它只是说你在 brake 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车身太重了。说它那个 G-force 啊，当你在 brake 的时候呢，你要提前做准备啊。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去抓一下它的这个kick 啦。够快啊，这辆车！就跟所有的电动车一样啊，你在直路的时候，你能够无限疯狂的往前冲，可是，一到 corner， 一到过弯的时候，你就要放慢车速，就用比平时低的车速来过弯呀。所以你看，你柴油、柴电啊，不是柴油。OK，forgive me，OK，因为就像我讲的 ，press release 已经没有用 press 了，是 digital 的。那我们
拍电影拍东西也没有用 film 了，不过我们还叫 filming。然后我们 Taycan 没有 turbo 了，它还叫它 Taycan turbo。OK， 所以你要去明白有些东西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它只是一个用语而已，不代表它真的踩油就是踩油。那踩油只是一个 action， 只是一个动作罢了。那就跟其他电动车一样的道理，这个 XC40 Recharge 也是有 One Pedal Drive， 就是 One Pedal Mode。所以启动 One Pedal Mode 的时候，如果你走这高速，你松开你的油门踏板，它就好像在帮你踩 brake。那如果你走低速，可能20到60的时候，当你一松开你的油门踏板，你就好像在斩 brake 这样子啊。你的右脚板只需要踩一个踏板，所以你的油门踏板也是你的刹车踏板，就是好像你玩 game 这样子啦。OK， 就是你自己去收缩，自己去收缩自如，自己去拿你它的那个精准度在哪里啦。但我们说一般上 highway 我们还是把 One Pedal Mode 关掉比较好，它就比较自然啊。你看。所以行驶的时候呢，它的风噪声、风切声，还有车子的门板外面的隔音表现等等，我觉得是很好的，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你走中高速域它很好，可是你去到乡间小路的时候啊，你看你要摆，它很难回来啊，你懂吗？因为它的weight balance 啊，就是你一左，马上你一 shift 的时候啊。你会 feel 到狗样这样子，所以呀，这个是东西是这样子的嘛，有一毫没有过顿。你听到了那个轰轰这样子，因为它的路感非常的强。你看。那个 body roll 不是神圣的，真的是很头大很跟一下。哇，你知道什么感觉吗？你驾这个 XC40 啊，可是它的这个重量，它让你感觉到你驾这 XC40，可是它有 XC90 petrol 的重量这样子，所以是很好驾的一辆车。不过就是它太暴力了，真的是。你看，只是这样罢了，你都会 feel 到有一点俩波球啊，非常容易俩波球这样子啦。真的是你在挑剔它，就是鸡蛋挑骨头，然后吹毛求疵，然后就是有一点太过 over 了啦。Volvo Malaysia 说他们要成为马来西亚第1名的 E-Luxury Brand。那讲到 E-Luxury Brand 呢，它的主要对手就是 BMW 和 Mercedes-Benz。我们看现在 Mercedes-Benz Malaysia 有卖 EQA 和 EQS， 那 BMW Malaysia 它就有卖 iX3、iX、i4 和 Mini Electric。可是 Volvo Malaysia 旗下就只有一款电动车，就是这个 XC40 Recharge， 还有之后要推出的 C40， 也就是一个 Coupe 版本的 XC40， 那它就是一个 XC40 Sportback 或者是一个 XC40 Grand Coupe 这样子的概念，更加好看、更加年轻、更加运动化的 XC40。那 Volvo 也承诺他们将会在未来的每一年推出一款新的电动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BMW、Mercedes 的车款都多过 Volvo， 可是我相信在未来几年 ，Volvo 会奋起直追，因为它是所有在马来西亚销售电动车的品牌里面唯一一个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电动车的品牌。那这个 Volvo Malaysia 其实也不只是在马来西亚销售 Volvo， 它也从马来西亚出口到泰国、菲律宾。台湾还有其他周边的一些市场等等，所以这个 XC40 呢，在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政府从2022年到2023年这2年里面给予所有电动车 tax free， 所以从2022年到2023年12月31号，不管你是 CBU、CKD， 只要你是电动车，你就豁免 excise duty， 也不用给 road tax， 不用给路税。可是2024年1月1号过后，政策会怎么改，我们不知道。按照过去的传统，政府应该会要求这些豪华品牌，你要就是在马来西亚 CKD， 我才给你 tax rebate， 不然如果你 CBU，sorry， 你要给回这个 tax， 除非政府延长。但是我们就假设它没有延长的情况下，这个卖262千到300千左右的 XC40， 它会打包其他那些什么我们讲 EQA，you know， 你想得到的啦，包括什么 Kia、Hyundai 这种，因为它就是不用给 tax，OK， 或者是给更少的 tax 这样子，因为它有很多的local content， 有很多的 local supplier 在 support 这辆车子。你看它一推出400张订单，把2022年的quota卖完了，所以你现在要买的直接是买2023年的了。
汽车销量方面呢，我们说 Mercedes-Benz 每一年在马来西亚可以卖1万多辆车，BMW 加 Mini 一年也可以卖差不多1万多辆车，可是 Volvo Malaysia 一年就卖2000到3000辆，所以产量决定销量，销量也决定产量。可是来到电动车呢，我觉得来到电动车大家都处于同样一个起跑点了。因为传统的燃油车，哇 ，BMW 6、7缸，你知道 Mercedes 有 V8， 哇，然后有 EQ Boost， 各种等等，有 X-Speed、Automatic Gearbox， 有 Nine Speed。可是 when we talk about pure electric 纯电动车，大家同一个起跑点，都是电动马达，你的电池大过人家你就赢了，你的马达的 output 大你就赢了 ，OK？ 它不再有那些传统汽油车的个体差异，所以我觉得来到这边啊，以前你可能会讲啊，Volvo 是安格车，买 Mercedes 买 BM 好像比较厉害这样子。可是来到电动车，其实某种程度上 ，Volvo 走得比较前面。从它的这个底盘的构造、它的整个结构等等，它很早就在为电动车做准备了。那你看马来西亚这个 XC90、S90、XC60、S60 等等，他们在推广这个 T8 的时候，都已经让很多的消费者习惯说有 electrification 有电动马达的这种车子了。所以我相信 Volvo 已经在一个 PHEV 的基础上，它要从 PHEV跳到 electric is a matter of time. Sooner or later， 他们将在2030年转型为一个纯电动品牌。所以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OK。总之就是这个，我相信在电动车的领域 ，Volvo 不会输给 BMW， 也不会输给 Mercedes。你自己看啊，200，不到300千的价格，260多千。408个 PS， 660 Nm。我整支 video 甚至还没有去提到它的 Pilot Assist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等等，你不用提的，因为你 Volvo 不管你买到低配、高配、汽油、Hybrid 还是 Electric Car， 它全部都是标配这整套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啊，其他的 Brand Mercedes-Benz 你可能要特别去强调，哇，我这辆有，这辆没有，那辆有，那辆没有。你买到 Volvo 冚唪唥全部都有，只要它是 Volvo， 它就 equals to safety， 从它的主动式、被动式、它的防撞测试等等 ，Volvo 就是 Volvo。所以我们讲，俗话说要名要利就找马赛蒂，要操要控就找 BMW， 要安全你就找 Volvo 了。那来到电动的时代，要安全又要快又要稳又要便宜的，它肯定就是 Volvo 了。所以希望这期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Panas je.